大城府 Ayutthaya Province 是泰国中部的一个府，是泰国古文明之文化发源地。位于曼谷北面70公里的大城府，是声名赫赫的古代皇城。大城所在地，你可以乘坐巴士或火车，大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大城 Pa Nakhon Si Ayutthaya， 泰语音译为阿瑜陀耶。阿瑜陀耶的泰语意为坚不可摧的城市，华人习惯称之为大城。要了解大城府，首先要了解泰国的历史。泰国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原名暹罗。泰国历史上的4大王朝。素可泰王国 Sukhothai Kingdom 1238年至1356年，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王朝。素可泰在泰语中意为幸福的黎明。阿瑜陀耶王国 Ayutthaya Kingdom 是泰国历史上第2个王朝。阿瑜陀耶王国的历史很悠久，从1350年起至1767年，417年期间，共经历了33位国王。吞武里王国 Thuburi Kingdom 1769年至1782年，是泰国历史上第3个王朝。吞武里为其首都地名，在泰语中，吞为财富之意，武里为城堡之意，合起来意为财富之城或黄金之都。扎克里王朝 Chakri Dynasty 也译作雀可里王朝、查可里王朝，又称曼谷王朝，是从1782年起延续至今的泰国王朝。阿瑜陀耶王国由拉玛铁菩提王 Ramatibodi 于1350年所创立。拉玛铁菩提王本名为乌通 Wutong。阿瑜陀耶王国结合了傣族的军力、孟族与高棉族的行政，以及华人的商业。历史学家表示，在阿瑜陀耶王国的全盛时期，大城府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一座人口稠密的大都会，其进步程度甚至与当时的一些欧洲首都不相上下。大城曾是泰国阿瑜陀耶王国国都，其文化、艺术、国际贸易均非常发达，繁荣辉煌数百年。很可惜，在1767年缅军攻入大城，城内的王宫、佛寺、民房和艺术宝藏均被摧毁。昔日的辉煌殿阁，如今只存残垣败壁，荒草遍地，仅供游人凭吊而已。1767年，此古城遭入侵缅甸军人，纵火彻底破坏，现只剩下部分宫殿遗迹、珍贵佛像和精美雕刻等，供游人凭吊。这些遗迹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一部分。但是在大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遗迹和故事，沦陷的古城已成为泰国重要的旅游古城遗址地点之一，随处可见在绿荫中隐现的古迹，或与现代建筑相邻的古遗址。究竟这座数百年的古城有什么好玩的？将分为3集来介绍。大城府的最佳旅游景点：黄色为上级的推荐景点，红色为中级的推荐景点，蓝色为下级的推荐景点。泰国旅游攻略之泰国10个最佳旅游景点之一，大城府上集，一起了解和分享。
马哈泰寺 Wat Mahatan 矗立于古都大城的中心点，是大城府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古老寺庙之一。这座寺庙兴建于西元1374年。据考古学家研究，马哈泰寺是波隆摩罗什一世国王所修造，而完成于拉梅宣国王在位期间。马哈泰寺参观门票是50泰铢，买票进入后，有种回到柬埔寨参观的感觉。当时泰国建筑受柬埔寨影响很大，常用砖头叠出高塔，这里林立的佛塔多为高棉式，墙上的红砖每一瓦推砌起来，都让人体会到当时建造的荣景，以及佛受后人信仰膜拜。马哈泰寺曾经是阿瑜陀耶王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中心，这里也曾供奉着佛祖遗物，是阿瑜陀耶王国时期最重要的修道院之一，规模相当庞大。马哈泰寺的主塔是座高棉式的佛塔，在1610年至1628年期间，该寺中央主塔崩塌，在1633年以后曾多次修复以及改建。主塔建筑前方，佛像安详地禅坐着，佛像头部应该是被火烧黑，但表情依旧泰然。西元1767年，大城遭缅甸军入侵毁坏，大城王国终至灭亡，仅留下断垣残壁，可见当时大城沦陷后，文物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马哈泰寺也遭到缅甸军的严重摧毁。走进寺区内部，游客明显较少。经历战火的马哈泰寺，放眼可见断垣残壁和被洗劫破坏后的痕迹，留给后人凭吊。处处可见残破以及断头的佛像，完整的佛像寥寥无几。据说当时的缅甸军贪图马哈泰寺中深度黄金的佛像与佛塔，不惜用大火焚烧，使黄金与石造部分因热胀冷缩而剥离，也造成过硬的佛像发生头部、手脚断裂的憾事。难得一尊完整的大佛像，佛像身后就是高耸的佛塔，利用红砖层叠堆积的宝塔建筑，结合了高棉式以及西兰式的建筑特色。佛像的表情仿佛已超脱了当年的浩劫，静静地观看世间的变化。少数红砖的建筑在艳阳照射下依稀可见昔日风采，但即使是缅甸军带不走的，经历数百年风吹日晒，也挡不住岁月痕迹。参观的时候，有听着导游解说马哈泰寺的历史背景。原来在西元1911年，马哈泰寺的主塔崩溃，却引来盗贼盗窃塔内的奇珍异宝。一直到西元1956年才有专职部门，以主塔为中心，把附近地区的历史遗物整理出来。而许多珍贵遗物包括了佛像、供桌、动物造型的黄金供香等等。现在这些宝物都被安置于大城昭萨帕拉雅国家博物馆展出。如今仅存倾颓的遗迹，一座当年辉煌的寺庙，静静地坐落在此。虽然马哈泰寺如今只剩遗迹，
仍能想象到当年阿瑜陀耶王国强盛时期的伟大，也见证了战争的无情。马哈泰寺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场景是著名的树抱佛头，它是该寺庙的象征，被誉为泰国7大奇迹之一。寺庙入口附近有着一颗闭目含笑的佛头，被菩提老树根缠绕，成为寺内的奇观，象征着泰国文化与博大精深的佛教永世不灭，死而复生。在整个寺庙中，最具吸引力的当属树抱佛头，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这是一个被菩提树根环抱的佛面，树脉枝藤沿着佛面的轮廓交错盘布，已经成为大城府最深入人心的标志，接受游人的朝拜。佛头在菩提树中挂着淡淡的微笑，仿佛看尽一个王国的风云变幻与世事兴衰，流露出那洗尽了铅华的安详及与世无争的容颜。有关树抱佛头的有几种传说，但泰国当地人最信服的说法是东南亚小民族趁着阿瑜陀耶王国战乱时，知道泰国人会将珍宝葬在佛像里，因此砍下许多佛头，要窃取宝藏。但一颗放在树前的佛头被树神施展法术隐形了，那些民族怎样都找不到。佛头就这么被菩提树包裹着，经年累月到现在。起先佛头的位置相当低，多年来随着树木生长，有如被捧住的佛头也跟着缓缓上升，成为马哈泰寺的奇观，是超级热门的景点。在泰国佛教的观念里，被树抱住的佛头是非常幸运的兆头。为了表示对佛陀的尊敬，所有拍照的游客都必须蹲下或弯身，不可比佛头还高，有专人看守。古老的寺庙还有帮助找回一丝平静的树抱佛头。马哈泰寺 Wat Mahatan。 既然来到大城府，就一定得到最著名的历史遗迹马哈泰寺 Wat Mahatan。 建议如果要来参观，可以选择10至2月期间，气候也较为凉爽些。牙叉蒙空寺 Wat Yat Chai Mong Kun， 建于西元1357年，由阿瑜陀耶王国第一位国王乌通王 King Wu Tong 兴建完成。而在西元1592年，为了纪念战胜缅甸军，所以在此盖了一座西兰式红砖佛塔。所以寺庙的名字有大胜利的意思。据资料查询得知，泰文 Ya 意思是大， Chai 意思是胜利， Mong Kun 意思是吉祥，因此寺庙又名大胜利吉祥寺。牙叉蒙空寺以户外卧佛跟佛塔最为知名，高耸雄伟的西兰式高塔，连绵壮观的佛像，更是大城府唯一幸免于战争摧残，可算是最古老、最完整壮观的建筑，至今仍是大城府遗迹里一座保存及维护相当完整的古老寺庙。大城府遗迹的寺庙都要门票，但都不贵，
牙叉蒙空寺进去只要20泰铢，当做一起为寺庙的维护做出一点心意。买票进入后，沿着道路走，就可看到牙叉蒙空寺在右手边，而往左边的路走，就能到卧佛的地方。我先到卧佛的庙宇参观参拜，这是牙叉蒙空寺，相当特别的露天巨大卧佛，长达28公尺的户外卧佛，跟曼谷的卧佛寺相比，更有历史的味道。我想这边应该是非常灵验的庙宇，或是大城府民众信仰的中心，而有时会看到卧佛披着袈裟，这些都是信徒虔诚的捐赠。旁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袈裟，虔诚的信徒膜拜祈求平安，也可以添香油钱，往佛像贴金箔等等。此尊卧佛还有个神奇的地方哦，相传能将钱币吸附在卧佛的脚底，表示与佛有缘，即表示招好运，愿望会容易实现。接着往主塔走，建筑特色是中央八角形佛塔，结合西兰式风格，以圆底尖塔方式建立而成。佛塔正面相当雄伟，还可以登上塔顶参观。阶梯虽然也是有维护整修，但是毕竟年代久远，阶梯的斜度有点陡，也不太平，记得放慢脚步走，避免滑倒。走到佛塔的顶端，里面也别有洞天，有4尊佛像围绕着中间的天井，佛像供信众参拜，往佛像上贴金箔，祈福许愿。天井部分，据说最深底层之前其实是放置骨灰坛，现在则是演变成大家的许愿天井。从塔上往下俯拍的景色，四周的视野很棒，虽然谈不上一望无际，但是却有种很古朴宁静之美。主佛塔的周边都是整齐划一的佛像围绕着，而且每一尊佛像都相当的完整，现场看到的感觉相当的壮观。而这些一排一排的佛像，有着不同的神情与姿势，你可以细细观看，有的平和，有的微笑，有的庄严，等等，并且有简单的介绍。但是不懂泰文的我，真的不懂它的意思。东南亚常见的鸡蛋花，泰国人称呼鸡蛋花为 Dark Lilavadi， 意思是形容优雅的姿态，同时亦代表着一种独有的内在美，隐藏着爱与和平的意义，陪衬佛像很搭。参观完佛塔上面的环境之后，记得留一点时间绕到正后方去看看，后方的景色也很不错。在佛塔正后方还可以看到多尊有大有小纯白色的佛像。有点像似在传道授教的佛教模式，是佛陀在讲道的场景，与两旁围绕的佛像形成了一种对比，也是十分地神圣庄严。寺庙里的佛像都保存得相当完整，许多当地居民也会到这儿参拜。可以看得出来，泰国的佛教文化，每个人都是虔诚的信徒，不管到那个寺庙都香火旺盛。牙叉蒙空寺 Wat Yat Chai Mong Kun
让人看完整个过程觉得很感动，也很开心能够看到那么真实的信仰文化，亲临现场的景色，会给你更多不同的感触哦。Capcom Cup， 谢谢你的收看，请记得订阅泰国攻略频道，是完全免费的。